死者身材消瘦，指甲颀长，未烧毁的皮肤组织有紫斑，并且布满褶皱，全身呈病态。那组尖牙呢？在，如假包换。哎，你别动他了，小心刮着自己。你还真以为他是吸血鬼啊？即便不是上面有细菌啊，感染了算谁的？死者的皮肤并无明显的水肿、充血以及炎症反应，内部组织也没有产生热作用呼吸道综合症的迹象，所以这说明他是死后被烧。理论上说正是如此。那不就还是吸血鬼吗？太好了，好在哪儿？请问？头条标题有了呀！我警告你啊，这个案子相关的信息严禁跟任何媒体去透露。这案子还没破呢。破案是你的事，我只管写稿。这篇新闻，说不准我能拿个普利策。哎呀，走开啦！我现在就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死者自燃。死者的身上有浓烈的酒精味，所以可以肯定体内的酒精发挥了助燃的作用。可是死者的胃部也有大量的酒精，所以现在还不能确认酒精助燃是故意为之还是巧合。你能不能给个准信儿？以现在的技术，我就只能查到这个程度了。你有病啊！这什么？你自己不会看啊？这怎么看都是张手指啊！错，这是一张用过的手指。咦，那你还闻？有瘾啊！你又来干嘛？有什么线索可以分享一下吗？线索嘛是有，就是不太方便说。想要什么直接说吧。晚上呢，我要请临江吃法餐。多少钱？多少钱得看喝什么酒啊。别废话，报价。20大洋。你不如去抢。你拿一个普利策奖，难道不值20块大洋吗？啊，我认识《申报》的一个记者，我觉得他对这个应该还挺……这个案子的源头啊，要从19世纪的爱尔兰说起。哎，等一下。1897年，在大西洋彼岸的爱尔兰，有一位作家叫做布拉姆斯托克。等，斯托克，慢点。他写过一本小说，叫做《德古拉公爵》。这本小说呢，以15世纪残暴君主弗拉德3世为原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吸血鬼的形象之后，然后呢？上海的馆子没什么好酒，凑合喝吧。我不喝酒，我记得你之前酒量不是挺好的，喝多了耽误事儿，所以就不喝了。那天跟踪你那个人，你有闻到他身上有酒味吗？没有啊。可是验尸报告显示，死者的胃部跟血液里有高浓度的酒精。你怀疑我在撒谎？没有，你太敏感了。我约你来，就是想跟你叙叙旧。咱俩在学校里也没什么交集，所以也没有旧可以叙。那只是你的看法。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至今都没法毕业。我是被我爹强行送出国的。之前我的人生理想就是玩，到处游山玩水，直到第1学期结束，你以学生代表的身份通知我补考。你那个鄙视我的眼神，我现在都忘不了。还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过什么吗？你说这个学期家里供你的学费，足够一个国内家庭10年的开销。如果每个年轻人都像你这样，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我怎么完全都想不起来？我这话说的有点重，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说的是对的，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我才开始好好读书的。谢谢。来 ，Cheers。独家，据可靠消息称，神秘自然，欧洲中世纪吸血鬼重现上海滩喽！姐，你可真敢写啊！哎呀，消息都已经传出去了，我不写，别的媒体也会写，这叫先下手为强。那你不怕造成恐慌呀？死都死了，有什么好慌的呀？哎，昨晚的约会怎么样啊？不是约会，就是老朋友之间叙叙旧。叙旧？叙什么啦？你管这么多呢？我觉得你俩挺般配的。是吗？哪儿配了？你说说。一个没脑，一个没心，你说配不配？什么意思啊？你问临江有没有闻到酒味儿，他随便打了个岔，你就不问了，这是不是没脑啊？临江连当初跟你说过些什么都能想不起来，这是不是没心啊？你跟踪我 ？No No No， 我可没那么有闲工夫。本小姐的眼线遍布上海滩，上到餐厅经理，下到泊车门童、账房先生、服务生，就连街边的乞丐，也都是我的耳目。你的一举一动全在我的掌控之中。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哎，不要那么激动嘛！我只是觉得啊，这个案件当中，你对当事人有情感牵绊，会影响你的判断力。你怎么管这么多呢？哎呀，谁啊？谁啊？曹当长通知你走一趟。没空。吸血鬼杀人了。确定是牙印吗？基本可以确定。有目击证人吗？有，我们做了笔录。昨天晚上，目击者和死者在隔壁面馆吃面。目击者在结账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死者，两人就发生了短暂的口角。目击者被打翻在地，随后死者离开，目击者追出去准备寻仇，结果刚出门就发现吸血鬼正在行凶。尽快尸检吧。死者身份确定了吗？基本可以确定啊，而且你应该还认识。谁啊？老五，斧头帮那个。你18岁生日的时候，人家专程过来道贺的。他不是很能打吗？再能打，也没有吸血鬼能打。如此说来，你现在也认为作案者就是吸血鬼了？我认不认为有用吗？反正你的报纸上不都已经定性了。来，过来。你以前怎么写我不管，但是这一次死者身份特殊，你下笔的时候给我慎重、慎重再慎重。我下笔的时候已经慎重、慎重再慎重了。这次的死者他是帮派分子，跟老爷子是有关系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你写白了，人家会觉得是老爷子故意让你这么做的。他是他，我是我，我爹的事我从来不发表意见，我的事他也无权过问。还有这件事情，我作为记者，有权报道真相。你觉得呢？我的话他又不听，你爱怎么写怎么写，别提我就行。玉小姐多感谢。No。这个呢，真的不想去。不好了，租界又发现4具尸体，4具，和这个死者一样，脖颈处有一排血洞。身份确定了吗？确定了。真假的？真的。谁啊？还要问吗？肯定是你们家老爷子的熟人。
The bloodsucker case. What's going on with that? The people from the prison said there hasn't been any updates. A lot of gangsters died. Could be trouble in the streets. Is there something we should do? Do what? They got what they deserved. If there was ever a chance, let them fight it out. It's a good thing. Liang is dead. Cheers. Cheers to that. Cheers. 独家，吸血鬼替天行道，惩治黑帮败类。独家，吸血鬼替天行道，惩治黑帮败类。独家，吸血鬼替天行道。你什么意思？怎么了？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不要瞎写？不是我写的，你看署名，作者是连心。连心是你比别人当我傻呀？证据呢？请问你怎么证明这是我写的呀？白有你，是不是吸血鬼我不在意，但那些死者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帮派分子。梁叔你也认识，人家是大慈善家。Really？ 你知道去年冬天他给淮北灾民捐了多少棉衣吗？梁叔在法租界贩烟土也不是1天2天了吧？他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你心里没点数吗？啊？你和你爸作为外人我无权干涉，但如果你的行为给老爷子带来麻烦了，我就必须采取措施了。错！我恨的不是他。我恨的只是那些披着法律外衣赚黑心钱的衣冠禽兽。比如呢？闭嘴！闭嘴！什么情况啊？我找他。你猜的没错，下水道的尽头就是红人院。嗯哼。我在第1名死者的案发现场，发现尸体旁边下水道的井盖有被移动过的痕迹。这张是租界下水道规划图，5名死者案发地点的下水道都连通红人医院，所以我才让萨利姆去钻下水道，看看能不能通过。结果。真的能通到红人？你学姐任职的医院？没错，5名死者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是什么好人。如果真的是吸血鬼替天行道，那我学姐怎么说？她只是个医生，再坏能坏到哪儿去啊？那倒未必，知人知面不知心。那接下来有个问题，为什么只有她能脱险？也许是运气。你这个脑子呀！你到底想说什么说啊？乔站长，验尸报告也出来了吧？要不你跟他说，具体细节不便跟媒体透露。这一刻，我不是媒体，我是你妹。查到的5具尸体和静脉处都有针眼。针眼？我在现场就发现了。那你不早说？你也没问我呀。尸体看上去是像被吸干了血液，可实际上是被大孔径的穿刺针抽干的。除了医院哪有这种东西啊？所以，我才让萨利姆钻的下水道。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学姐的呀？那天在捕房，我邀请她共进晚餐。贝当路开了一家法餐厅，味道很不错呢。我还不知道几点下班呢，等结束了再说吧。正常人如果这个时候案子还没结案，敢一个人走夜路吗？他敢，就说明他知道危险已经解除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危险。所以您这就是因爱不成反生恨，你有心吗？我对他客气，你说我没脑；我怀疑他，你又说我没心，你还让不让我活了？我只有一个问题啊，说。萨利姆为什么听你的 ？Rolex。我还要去红人医院查线索。先走。
这票是你的？现在归你了。请问林医生办公室在哪？啊，你好，在楼上拐角办公室。谢谢。不客气。我拜托你了，再给我点时间。给你，已经给了多少次时间了？你说？我已经花了很多心血在这个项目上了，我求求你再给我点时间吧。哎呦，拉倒吧，拉倒吧。请问你找林医生？你现在看，他好像在忙。给你多少机会了？你先跟我过来吧，到那边等。这次我保证能成功。你是林医生朋友吗？她是我学姐。你也是康桥大学的啊？对啊。那你跟林医生关系很好吧？没有，我跟他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朋友。哦，林医生是个好人，他对病人好，对我们也好。可惜就是太忙了，完全没有时间谈恋爱。那刚才在他办公室的男的是谁？是他以前的老板，华新药厂的。这2天总来，一来就吵架。为什么吵？我听说林医生以前在那边负责药物研发，后来项目忽然终止了，林医生连上个月的薪水都没有拿到。知道是什么药吗？这个倒没听说，但是林医生那种好心人，他想做的事情一定是利国利民的，欺负他的人啊，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是同学，要有机会啊，就帮他找个男朋友吧。我知道了，老爷子，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处理的。行，你别生气了啊，保重身体啊。好嘞，那我挂了。又挨白老爷子骂了。那个文章是他闺女写的，他为什么不直接去骂他呢？他们俩很久没有说过话了。为什么呢？原因我不方便说。怎么，你找我有事儿啊？帮我开张搜查令。搜哪儿啊？华新药厂。为什么？我怀疑吸血鬼杀人事件跟那个药厂的某个研究项目有关。有证据吗？还没有啊。你没证据，我怎么给你开啊？万一你什么也没搜到，我怎么交差啊？你就说怀疑那个药厂制毒走私，随便一个罪名就行。大哥，你能不能不闹了？我上头有杨老板，药厂有杨股东，这是公共租界，这万一闹起来，吃不了兜着走了，我就别怂啊！别烦我，赶出去。这住着还习惯吗？我知道你来干嘛，有话直说。你给我捅了个大篓子！知道。玲玲，你平时再作、再闹，我可以不管，但这是江湖上的事儿，我躲不过去。我是一个记者，我的职责就是报道真相。你想弄粗是吧？行，你砸呗。你砸了我就马上报警，告你私闯民宅、破坏财物。巡捕房不管，我就写成报道。你有本事就把报馆给封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人把你押回去，关起来，关一辈子。我信，你不就是这么对待我娘的吗？这么对我很正常啊。我最后，我再警告你一句：少惹事。你知道，我不忍心动你，但是对付个把主编，烧个报社，还是很容易的。
我就不信你心里没有在意的人。好，有种你就来，我等着。把灯关上，关上。你哭了？要你管？你爹来了？你怎么知道？除了他，谁能把你气成这样？他威胁我。那也正常，谁让你乱来？喂，你也站他那边是不是？我虽然不知道你跟他之间发生了什么，但在我的印象里，你爹是上海滩这么多大佬里面唯一一个不贩卖烟土。那是因为我娘，他眼睁睁看着我娘死在烟床上的。那，你爹生气，还愿来找你聊，知足吧你。再看我爹，从小到大。没有一天看我顺眼，我印象里，他从来没对我笑过，也没有抱过我，更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鼓励的话。爱之深，责之切嘛，可能他对你寄予的希望太大了。行了，你别替他找借口了，这一点咱俩倒是挺像的，都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哎。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华兴药厂。去干嘛？再不去，线索就要断了。人？你俩背着我谈恋爱呢？分头找。找到了。果然是你啊！谁？你怎么在这儿？你说呢？请你马上离开，否则我就报警了。我就是警察。这是私人机构，你们有搜查令吗？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开。哎，着什么急啊？聊完再走嘛。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聊的。这份档案我已经看过。所以呢？所以你之前在这儿研究的是治疗普林症的特效药。什么呢？
卟啉是一种光比色素，它存在于人们的皮肤、骨骼和牙齿中。大多数卟啉在黑暗中呈良性，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危害，但是一见到阳光，它就会产生有害物质。卟啉症患者到中后期开始变得惧怕阳光，并且伴有极其严重的贫血，变得牙齿尖锐而且面无血色。实验一开始，你们的疗效很显著，但到了中后期，病人开始出现了病变。住口！制药厂老板害怕出事，于是马上叫停了这个项目，遣散走了所有病人。你作为医药工作者，当然心有不甘，所以你召集了所有那些被遣散的病人，开始合谋导演了一出廉价的恐怖片。首先，你假装被吸血鬼追，你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让那个所谓的吸血鬼见光自燃，从而达到你们引导舆论的第一步。但是你口供上的漏洞让我发现了，追踪你和那个在阳光下自燃不是同一个人。后来我确认过了，死者的眼部并没有被石头砸伤的痕迹，所以那位在众目睽睽之下燃烧的死者应该是一位因卟啉症去世的病人。你们先将尸体藏在弄堂口的阴凉处，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佯装跌倒在地上。追杀你的那个人从目击者眼前逃离，随后在弄堂拐角的地上，一具事先准备好的尸体见光自燃。于是大家就先入为主，跟着你以为那个追杀你的跟见光自燃是同一个人。难怪尸检的时候说死者是死后才被烧的。没错，这样也才能让大家相信那个人就是一个吸血鬼。那怎么烧起来的？我猜应该是在身上贴满了火纸。火纸？还记得我在第一案发现场捡到的那张白纸吗？我一闻就知道，那张纸上涂满了白磷。这种纸升温就着，而且燃烧之后不留余烬。至此，舆论的第一步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杀人了。用大孔径针孔放血，再用牙套制造咬痕，随后当众抛尸。一晚上连死5个人，促使舆论瞬间变成吸血鬼替天行道、惩恶扬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这个黑心的制药厂长心虚，得以重启这个药物研发计划。事后制药厂老板找了你，也说明你的计划快成功了。真没想到，你比上学的时候还要天真。怎么说？想象力丰富，但逻辑混乱。你觉得我会蠢到用大孔径穿刺针去抽干一个人的鲜血，还在尸体上留下那么明显的破绽？你可以怀疑我的人格，但别侮辱我的智商。你是科学家，又不是专业的罪犯。作为一名资深的医学研究者，你觉得我会蠢到靠民间传说去制造恐慌吗？那不是你，又是谁呢？不好意思啊，算错一步。那凶手到底是谁啊？李医生，还得麻烦你交出你的通讯录，我想跟你的病人们聊一聊。说好了11点的，怎么还没来？耐心一点儿，他们没理由诱杀我们吧？林医生在哪里呀？我们要见林医生。大家稍安勿躁，先听乔探长把话说完。为了一己私欲，你们胡乱杀人的事实我已经查清楚。各位，你们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也不想浪费你们有限的生命。如果想抵赖没有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跟各位熬到底。我们要见林医生，快把林医生叫出来！快把林医生！我们要见林医生！林医生！各位，很抱歉地通知大家，这项研究不可能重启了。林医生，你当时可是答应过我们要把我们治好的。对啊，求求你救救我们吧！对不起，不是我不想继续下去，而是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根本不支持这项理论。林医生，你再想想办法，林医生。
想想办法救救我们！求求你了！想想办法。我呢，已经掌握了你们全部的犯罪事实。我现在只想知道这个案子还有没有其他的共犯。只要你们告诉我，量刑从轻。没有，这个案子都是我们自己策划、自己干的，和其他人没有关系。李医生，你多保重，加油！对不起，对不起。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如果我的能力再强一点，如果我坚持的再久一点，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号外！吸血鬼杀人案真凶落网，军部防乔探长再立新功！号外！陆先生，久仰。郑总，你听说过我？您老可是我们康桥的著名校友啊，在租界，您也是最有话语权的人。I'm not really important. You know, I've just lived longer than them. And have a bit more experience, that's all. So, why did you want to see me? Has the pharmaceutical case been solved? Mostly. Why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that case? I've got shares in that factory, and I'm just thinking whether I should pull out or not. I do wonder, why did you stop your research at the beginning anyway? I'm a businessman in Asia, where porphyria is very, very difficult. And to make a profit with it is simply not worth it. So I was thinking changing production to malaria, stomach aches.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easy for us to make money. Lin Jiang is a good doctor. Letting her go be a terrible decision. I know, but she lacks of cooperation. She doesn'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fit, like you do. You do understand me. Of course. You've been educated at a well-known university like Cambridge. I hope we can work together more in the future. Work together? Yes. In what field exactly? I have no doubt. For certain. We're going to have many cases. I'd love to help you, but I don't dare get involved in any illegal activity. Don't worry. I don't want to push you to do anything you don't want to. I'll need some information at the right moment. And that is not going to be difficult for you. I see. I'll see what I can do. Cheers. 怎么这么多菜？这都几点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菜都凉了。你做的？饭店打包了吧？哎，听说林医生辞职啦？他要回康桥继续深造，祝福他吧。你真的觉得这个案件与林江无关？如果他真的毫不知情，案发之后怎么可能是那种反应？那他也算是从犯，至少是知情不报。如果你希望我继续往下查的话，我肯定能找到他知情不报的线索或者证据。只是，你真的希望我这么做吗？我希望。真的假的呀？你把球踢给我，我
不就是希望我能放他一马吗？我就不。这个案子你现在就去查，马上。不是你有病啊？人林江招你惹你了，你是不是嫉妒他呀？我嫉妒他什么呀？嫉妒他比你聪明，比你漂亮，比你有魅力。激将法对我是没有用的，这个案子你必须查到底。凶手已经认罪伏法了，而且死都是黑帮分子，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不是你真的觉得那些病人能够完成如此庞大和缜密的行动吗？可人是他们杀的，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呀。死者身上的指纹也跟他们指纹完全一致，我认为可以结案。我更想知道是谁在幕后策划的这个案子，你应该查到底的。对不起，乔探长付的钱只够查到这一步，剩下的钱我来付。我只接受巡捕房的合法委托。你其实是担心你自己的人身安全吧？你不担心吗？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能够让一群身患绝症的病人轻松地干掉黑帮老大，之后还能全身而退，不管怎么审问都没有任何一个人透露出一丝与上级有关的资讯。这种风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我所知的任何政党跟组织了。那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不想，我就想好好活着。我鄙视你！呸！白小姐，你很勇敢，你有正义感，你有同情心，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品质。我也丝毫不怀疑你会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可是也请您允许我这样的懦夫，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有自己的生存方式。理想的世界应该会给我这种人预留明哲保身的空间的。难道你不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吗？一个美好的世界存在的基础是法治，并不是道德。我可以选择不做坏事，因为有底线；我也可以选择不做好事，因为那是我的权利。这么简单的逻辑，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明白了，你就是骨子里自私自利呗。明白就好。所以啊，不要对我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单身了。说的好像你多招人喜欢似的。说别打人啊！所有的犯人都坚称没有上家。不可能，少良身边那3个保镖都没看住，那么大规模的行动，光靠医院那几个病人怎么可能完得成？那还继续往下查吗？当然得查。在咱们身边突然出现那么强大的势力，谁知道哪一天会算计到咱们头上？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去查。还得多久啊？快了，快了！早上问你就说快了，到现在还不行，到底行不行？你知道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画了多久吗？3年啊！你3个小时都不给我的画怎么传世啊？我就算给你30年，你的画也传不了世。毕加索跟梵高也这么被人说过，但历史终将证明，是那帮愚蠢的人啊，鼠目寸光。
喂，你这个月房租交了吗？没呢。是没钱交啊，还是不想交啊？我是那种交不起房租的人吗？提醒你一下，房东来了。你好，白小姐，陆先生在吗？哦，他呀，不在，出去办事去了。哦，知道了。瑶瑶，瑶瑶。这年头当什么侦探呀？穷酸样，交不起房租哦，水电费也交不起，家里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哎呀，看来看去也就这个唱机值点钱，要不把它给当了，换1年房租吧。姐，哎呦，瑶瑶，你怎么来了？你来怎么不跟我说呢？太久没见了，别来无恙啊。我还行，就是最近吧，这个手头有点紧，但是房租我一定会交的。月底之前如果不交的话，你把我踹出去就行。哎呀，这什么话？我怎么舍得把你给赶走呢？你好像瘦了。我减肥呢，姐，没事儿。好久没跟姐姐跳舞了。跳，现在就跳。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钱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别老跟我提钱，提钱伤感情。姐，我知道了。瑶瑶，不交房租，其实也有不交房租的办法。真的有吗？哎呀，有啊。那是什么呢？哎，你未娶我未嫁，咱们俩算是单身，索性在一起。这不合适吧？哎，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呢？那你是嫌弃我结过婚吗？那你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喜欢，但不是那种喜欢。有这么一点点喜欢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从这一点点喜欢慢慢开始培养。你说，你要是把我给娶了的话，房租水电你肯定不用管了，而且还可以踏踏实实的做你的小侦探。我来养你，试用期3个月，从今天开始。姐，我错了，我3天内肯定交房租，我发誓。哎呀，我都说了不要老跟我谈钱，晚一天咱俩去领证。好好练啊！找我有事啊？最近有案子吗？没有啊。别总杀人案子找我嘛。那个什么小偷小摸呀、拐卖妇女儿童什么的，也给我发点。缺钱了？3天之内我必须交房租，这次真拖不下去。要不这样吧，干脆你就跟他结婚啊，你下半辈子也就衣食无忧了。要不你娶她，然后你再收养我，行不行？有出息啊！哈。亚德路有栋老房子着火了，烧死了一个女画家。
这幅画呢，就是他生前画的，叫火吻。据目击者说，着火的时候他也没死，是在救火的时候被活活烧死。怎么看着都差不多呀？我打听过了，他的画作基本都是在烈火中起舞的女性，所以我就觉得这事有蹊跷。肯定有蹊跷，走吧。穿件衣服呀！一个身材这么好，还穿什么衣服啊？走走走。门有被暴力破坏过的痕迹，从锁芯看是反锁的状态，窗户从里面反锁，外面无法入侵。从损毁程度来看，最先起火的地点在画架附近，往四周辐射。画架位于画室正中，目击者确认，起火时呢，死者就站在画架前，房间中还错落摆放着许多石膏像和摆件，例如金鱼缸、金属雕塑等等。画室中基本是画具、颜料、摆件，暂未发现任何异常。目击者确认，起火时画室内只有死者一个人，中途无人出入。抵达画室外，地面光洁再次印证无人出入。地面脚印是众人进入火灾现场救人后留下的。目击者人数众多，证词可信。怎么了？这是？从案发现场回来就这样了，一句话也不说。我估计这案子没那么简单。说吧，怎么了？走开了。你饿不饿呀？饿。不饿是吧？行，我跟楚生哥，我们去红房子吃西餐去喽，拜拜。红房子都不去，肯定有问题。哎，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有什么隐情，你跟我说，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你帮不了我，赶紧说，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呢。我怕你顶不住呀。我肖楚生，虽然不敢说一言九鼎吧，但办案的时候肯定不会掉链子。如果你查案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阴谋诡计或者不敢得罪的恶势力，你告诉我。大不了跟他们拼了。那我能不能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说吧。这个案子无论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你都得按杀人案的标准给我结账。你赶紧的吧。这个案子嘛，这个案子怎么了？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应该是个自杀。再见。哎，报告，探长。探长，验尸报告出来。怎么说呀？死者的气道内发现了大量的烟灰，也就是说，吸入大量的高温和有毒的气体，然后导致昏迷窒息，肺部灼伤严重，对吧？是，目前发现的情况就是这样。行吧，当做自杀处。等了一下午，原来是这个结果。哎，大哥，喂，说好了按这个杀人案结的，我还急着要钱呢，来交房租呢。你不会想赖账吧？干嘛？这些呢，都是我珍藏了很久的宝贝，让你长长眼。没兴趣。你看都没看。您要是缺钱啊，就去当铺，光您那些手表就值不少钱，更别说你的相机、钢笔、电唱机了。那些都是我心头肉，谁碰谁死。那这些呢？这些也是，要不你随便挑挑，我按原价给你打对折。没钱，我这月薪水都还没发呢。没钱？没钱问你爹要啊？你怎么不问你爹要呢？我爹不搭理我呀。你爹不一样，你爹会主动给你钱，而且你还不要，有这个必要吗？我不想花他的脏钱，可以吗？可以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爹是个大恶人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更加拼命的花光他的钱，让他倾家荡产？这不也是为民除害吗？你给我滚！
乔团长通知你走一趟。又有案子了，走，赶紧！请相信，他绝对不会自杀。这位是薛琼，叶格蕊的未婚夫。我恳请各位，一定要查明真相，否则他死不瞑目啊！你怎么确定他不是自杀？上周，他还计划着去岭南写生，车票都已经买好了，怎么可能自杀？我们的婚礼就在下个月，请柬都已经发出去了，他怎么可能自杀？你别激动啊，你再仔细的想一想，他死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啊？没有任何异常，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稳定，否则我不可能一点察觉都没有。你的心情呢，我十分的理解，但是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自杀。就算你们给我1000条证据，10000种可能，我也绝不会相信他是自杀。求求你们了，再查一下吧，我发誓，一定能查出些蛛丝马迹的。我求求你们了。哎，你怎么还跪下了？起来，起来说话啊！探长，退1万步说，如果他真的想死，他可以跳楼，可以吃药，甚至可以割腕，怎么会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被烈火活活烧死？他经常画那个画面，会不会入戏太深了？不可能，你可以想象一下，在烈火里被活活烧死的感觉，我绝不相信他有那种勇气。就算他有死，起火后一定会因为疼痛男人往外逃的。你去过那里，你应该知道那并不难。这样啊，你先回去，我们再商量一下，然后再查一查。谢谢探长，谢谢。等一下，案发当天你在哪儿？在老家。哪儿？苏北，回去探亲了。我也是听到消息第一时间赶回来。行，你先回去等信儿吧，一有消息我们通知你。这哥们儿好像说的有点道理。自杀是你说的吗？我反悔了不行。我先说好啊，不管什么性质，抓不到真凶，我就不给钱。你觉得我是为了钱才重启调查的吗？对呀。哎，你果然很了解我。去他家看一下呗。走吧。哎，这画家很穷啊。画卖不出去，自然就穷了。能成为大画家的人，都是万里挑一的。穷归穷，他的化妆品可不便宜啊。说明他平时爱美呗。也可能是别人送的呢。哼，他那未婚夫看着可不像有钱人。我说了呀，别人，也许他不止一个男朋友。这些衣服都是按照杂志上的名牌自己打版裁剪的，手挺巧哎。这本杂志是12号出版，也就是说，在他死亡当日，他还在打版，有意思啊。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死者虽然穷，但是爱好打扮，在意容貌。这样的人，确实不太可能选择被火烧死。也就是说，他不是自杀了。确切的说，他不会选择用自焚的方式自杀。不是自杀，那就是谋杀。犯罪嫌疑人有了吗？有啊。谁啊？这个暂时不太方便对媒体说。又想要钱了是吗？10块大洋，给你独家。不需要，谢谢。真的假的？不需要，我把线索卖给大公报了，到时候可别怪哥们儿不仗义。少来了你，
我可以确定你现在毫无线索。你跟他说的？啊？不知道啊，我看不懂。线索嘛，我这儿倒是有一条。什么线索？20，哦不，30大洋。别给他，一个子儿都别给他，我自己查。还有2天就交房租了，你来得及吗？他才无所谓呢，他就希望拖到交不起房租，被房东娶回家。下半生啊，每天一睁眼就是那张美丽的容颜。亲亲，抱抱，来呀，陪人家跳支舞嘛，亲爱的。给他。给？那得看线索值多少钱啊。死者叶戈蕊生前是一个清贫画家，他的画作可以说是一文不值。但是在他死后，由于他的画作与死亡方式酷似，他就成了艺术殉道者。紧接着，他的画价格飞涨。你们可以猜猜，他现在一幅画价值多少？多少？5块？5000大洋。哪儿呀？去死者家里做进一步的调查呀。别费劲了您，他的画早就卖给收藏家了。在他死后，唯一能从中受益的，就是那个收藏家。谁呀？一个犹太人，叫雷蒙德。哦。叶戈蕊死后，雷蒙德手中的画至少价值10万块。那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嫌疑人吧？我还有一条线报，这个雷蒙德平时极其的抠门，但就在前不久，他在齐云山一掷千金买了一栋风水绝佳的豪宅，而且是一次性付款。据说，那是他这辈子花过的最大一笔钱了。走，会会那个雷蒙德。你俩去吧，我还有事儿。你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你甭管了。如果觉得不方便，让萨里陪你吧。哎，你有没有觉得他和雷蒙德有什么过节啊？要真有过节，这个时候更应该过去。抱歉，近期上门求画的人太多，老爷不胜其烦，闭门谢客，外出休养去了。我们是来查案的。查什么案子？进去再说。哎，老爷不在，我们不方便开门见客。行，那去补房聊去。给他上铐。哎，别，想知道什么你只管问好了。哎，请。好东西啊！先生真是识货，这是沙谢先生送给我家老爷的。他们很熟吗？沙谢先生经常托我家老爷收古董，他儿的交情可多年了。那你家老爷去哪儿了？老爷说是要云游四海，可具体去哪儿也没跟我们说。先生，你到底是看什么案子呀？不该问的别问。我通知你啊，一有雷蒙德的消息，必须马上第一时间告诉我。一定。这就走了？不然呢？你还要留下来吃饭吗？不是，来都来了，搜一下再走啊。你有搜查令吗？雷蒙德又不是普通老百姓，你得罪得起他？你得罪得起沙逊吗？就等于又白来一趟。谁说白来了？我知道他在哪。哎，叹什么气啊？管家说呢，他出去云游了。可是烟缸里有星灰，说明他刚离开不久。垃圾桶里有个信封，应该是装请柬的，上面有清远阁的标志。清远阁是个私人会所，监画廊，他应该就在那儿。那你怎么不去啊？这种地方没有请柬进不去的，靠你了。我不去。你跟他究竟有什么过节？没过节啊，我就是不想看见他。挨过欺负？别问了，问我也不会告诉你。行，不说算了。那这个案子到此为止吧。我无所谓啊，
我大不了就把表卖了，交房租。只不过那个凶手他逍遥法外，是吧？稍微有那么点可惜。走了，等一下，走吧。请。I knew Xiaoye for a very long time. She thought of me as a father, and I liked to think of her as my daughter. Sadly, she has passed away. All that is left now are her paintings. Therefore, I have invited you here today to this exhibition to share them with me and to console her soul in heaven. Qing. 雷蒙德先生，在下路遥，恭喜恭喜啊！可喜之有啊！这批画价格翻了这么多倍，您这笔收益不小。如果可以，我愿意花1000倍的价钱把各位的命换回来。说的真好听啊！这位是？这是租界的乔楚生，乔探长。幸会。雷先生有空吗？现在？对，跟我回巡捕房走一趟。无凭无据，你疯了吧？请问乔探长，让我去巡捕房是想做什么？我怀疑叶格蕊的死跟你有关，请跟我回去协助调查。有逮捕令吗？否则就请恕在下失陪了。你今天怎么了？这个人是沙逊的生意伙伴，无凭无据，你家老爷子也不敢动的。Fortunately, no one was injured or killed, but the paintings have been greatly damaged, and this is the one complete painting remaining. I must declare the exhibition closed. I'm very sorry. See you next time. 雷蒙德先生，这幅画我要了，你开个价吧。实不相瞒，这是小叶的最后一幅画作，我见画如青苔，实在不忍割爱。我可以给到这个数，怎么样？你来考虑一下。这是世上唯一的一幅，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么有声音，我说过，有逮捕令我就跟你走，否则……废话。手玩什么呀？这是？雷蒙德先生，哄抬画家您真的是高手，但是纵火也是罪。我要见我的律师，他来之前我怎么都不会说。你是不是以为你是外国人我就不敢动你啊？别忘了，这里是租界。我来啊，我来。雷蒙德先生，这位乔探长呢脾气有点暴，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你演好精彩哇，懂行啊！清远阁失火情况已经查明，油画周围撒了易燃的松香粉末，跟您手上的成分一致，那也无法证明就是我放的火。案发现场我们提取到的脚印跟您的鞋码也一致，那又能说明什么？大家都在看画，留下脚印很正常。可是这个脚印周围有一圈松香的痕迹，也就是说撒完松香您踩过，脚印着火受热才会变成这样。别人留下的都是普通脚印，只有您的脚印是这样。我也见过的律师，他来了也不会改变什么，纵火罪您是逃不掉的。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杀人罪。我别杀人，你们不要陷害我。能不能小点声？啊？案发当日在哪儿呢？在家睡觉。有谁可以证明？管家、佣人当时都出去了。那就是没人可以证明，对吧？不管有没有不在场证明，你们要怀疑我，必须得拿出证据吧。放心，
证据会有的。来人，押下去。我也见过刘律师，我未杀人，因为别审判我。为什么不接着审啊？这个家伙老奸巨猾，再审下去也不会有结果。纵火罪也够判他1年了吧？哎，你千万别找人在牢里坐吧。放心吧，等定了罪，我会亲自上来。你到底跟他有什么过节啊？你先想好怎么定他罪。如果你找到证据的话，1年的房租我包了。你说的？嗯。看到这些红色粉末了吗？这就是颜料啊，有什么问题吗？它是画油画的，油画用的呢都是由色料和胶调和而成的管状颜料，这能自制吧？画室里只有色料，没有稳定剂啊、胶之类自制颜料的必需品。你这个我看看。那这些粉末从形状跟质地上来看呢，应该是氧化汞。你想说什么？有氧化汞的出现，那么画室里必然发生了汞的燃烧。拜你所赐，今天我亲眼看了叶歌蕊的尸体，发现牙龈处有水银线，由此可以确定汞中毒。那验尸官怎么没有发现啊？经验主义呗，因为是烧死的，所以他只检查了气道跟肺部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汞的燃烧的话，那这么多汞……没错，叶歌蕊使用的大量的红色颜料，早就被凶手置换成了含有朱砂跟助燃剂的自制颜料。这些镜子、鱼缸、光滑的金属摆件，位置是不是怪怪的？没有很奇怪啊。张立波，来，去那边，去那边看一下。我好像明白了，有人利用那些摆件制成了一个机关，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角度折射光线，使光线聚焦在画布上。因为画上有助燃剂，因为高温，便迅速的燃烧。可是凶手的目的，并不是直接烧死叶歌蕊啊！还记得他生前在火中狂舞吗？朱砂中含有汞，燃烧起来就会产生大量的汞蒸气，吸入体内就会造成汞中毒。那症状是什么？会产生幻觉、出现妄想等精神症状，还会不辨方位、四肢震颤。所以他的舞蹈是因为中毒之后导致的精神失常和肢体震颤。躺下，有发现。去看看。你们几个去周围问问，叶歌蕊死亡当日有没有可疑的人在这附近出现过？是。我听说允安百货新到一批雪茄，数量不多，味道也不错。又来？我的意思是，这个就是那种雪茄的烟头。你闻闻。你从雷蒙多家里拿的就是这个牌子。马上去允安百货查一下。好。曹探长，人带到了。什么情况啊？
我在底下守个烟摊，失火当日，的确看到有人在你那个地方徘徊。男的女的？男的，40、50岁，是一个外国人，有点秃顶，有点胖。雷蒙德。雷蒙德先生，又见面了啊！没有证据，你们无权抓我，我要见我的律师。你马上就可以见他。你涉嫌故意杀人，证据确凿。证据在哪儿？拿出来我看看。耶格瑞死亡当日，你说你在家睡觉，但有目击者看见你在画室的附近出现过，这和你的供词截然相反，你怎么解释呢？是他打电话叫我去的，跟我没关系。在你家里搜到的，眼熟吗？你什么意思？案发现场发现大量燃烧过的朱砂，人赃并获，这次你一定可以把牢底坐穿了。冤枉啊！我是合法公民，你们无权这么对待我。吵死了，带走。恭喜你，有破了一个大案。还没结案。You caught them red-handed. That means we can solve this case as soon as possible. I sense grudge against Raymond. He's basically monopolized the high-end art trade and all the profits that go along with it. No one else can get a piece. Before that, he was getting protection from Xia Shun. It was very hard to make our move. This time, you're ridding the public of harm. It's very important. Wait a moment. In 1904, Romani Conti 祝贺你又破了一个大案。1904. That's a good year. Don't mind if I do. 自己人，当然要互相关照。雷蒙德这个禽兽，死有余。小叶刚来上海时，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雷蒙德趁虚而入，以极低的价格买断到他10年的画，每年定了产量，不然就拿不到分期款。他每天都在高强度的完成工作，化化妆，裁裁衣服，是他仅有的消遣。他父母都去世了，也没什么亲人。这幅画的处置权归你了。报告。这什么？你让我去延安办过查税家的订货单。案子都结了，现在才送了，真有你。哎，等一下，好了。需求吗？哎，一个穷教员怎么有钱买这个呀？他还没做完呢，需要找回来吗？等一下，我想想。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呀。我也觉得他很可疑。薛先生，你这一石二鸟的计谋用得很好，先抬高画的价格，再嫁祸给雷蒙德让其获罪，从而得到火吻的所有权。这一夜之间，身价暴增，变成了巨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日你得到火吻以后，惺惺作态。既然感情那么深，怎么转手就把画卖了？小叶不在了。我看到画只会睹物思人，更加伤心。我把画卖了，所有的钱都捐给了他毕业的美术学校，一分也没留。你可以派人去查。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是否曾在永安百货预定过本期的进口雪茄？是。你家里没有烟灰缸，你也不会抽烟，买这么贵的雪茄干什么？不说是吧？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吃。来人啊！我是为了补贴家用，我私下给女学生补课，而我任职的女校为了避免花田李下之嫌，严令禁止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将开除教职。不巧的是，我被同事发现了。我购买雪茄贿赂他，
恳求他不要上报。你嘴还挺硬啊，真得逗家伙。哎，等一下，他不是凶手。什么？什么情况？首先，犯罪手法跟咱们之前分析的一样，是由于光线的多重折射点燃画布，画布充斥着大量的红色，而红色颜料中含有大量的汞跟助燃剂。然而，凶手既不是雷蒙德，也不是薛琼，是叶戈蕊自己。一个爱美的女性常常会照镜子，如果是他人设局，叶本人很快就能发现镜子的异常。然而叶却没有，这只能说明镜子是叶自己摆放的。这有点牵强吧？如果叶戈蕊就是有这样的癖好，喜欢把镜子放在不顺手的那一边呢？墙上有很多焦黑的小黑点，我们都以为那是当天火灾烧焦产生的痕迹，其实并不是。如果是当日起火时被烧的，那么白墙必然有大片烧毁的痕迹，为什么只是许多的小黑点？光线折射点燃画布，要求路径十分精准，不能有丝毫的差错。而墙上的黑点，必然是实施犯罪者多次实验的结果。那如果有人多次实验，长期在画室的叶戈蕊不可能没有察觉。所以，这是叶戈蕊自己在进行实验。那在雷蒙德家中发现单杀是怎么回事？他被目击当日出现在画室附近又是怎么回事？还记得他在齐云山买了一栋别墅吗？齐云山是一座道教名山，他家中挂着真武大帝像，可见其沉迷道家养生之术。沉迷丹方神仙术之人，拥有单杀也不奇怪。雷蒙德称，当日是叶打电话叫他过来的，可他看到叶葬身火海，害怕自己牵扯进去，便谎称自己不在。可见叶早就布好了局，引他前来此地，以便不远处开烟酒摊的人能够看见他，届时把他指认出来。那如果这一切都是叶戈蕊自己去策划的，那么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我去他家附近的医院调查，找到了他的主治医师，得知叶戈蕊早就身患绝症。叶戈蕊身后潦倒，又被查出身患绝症，他不会自我炒作，也不会曲意逢迎，所以没有书画界的大佬会捧他。画得再好，到头来也是被雷蒙德压榨。他治病需要花费重金，可是他没有钱。雷蒙德的霸王条款又极为严苛，他为了完成指标，身体每况愈下，最终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拖成了绝症。所以叶戈蕊设下这个局，原因有三：第一，这可以使火吻名声大噪，价格水涨船高；第二，可以嫁祸给雷蒙德，借机复仇，然后收回所有的画作；第三，收回的画作是留给自己心爱的人的财富，保证他下半辈子生活富足。